2024年5月27号早上7点，欢迎您收看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各位早上好，我是何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关注庆祝上海解放75周年，深城举办主题报告会等多项活动，重温峥嵘岁月，致敬革命先烈。上海机场联络线建设进入冲刺期，7座新建车站均已完成结构封顶，年底将开通。粤港澳大湾区最长地铁正式贯通运营，4条城际铁路串起5座城市，助力一体化。南方新一轮降雨来袭，广东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上海高温、雷电、大风3项预警齐发，午后强降雨送来清凉。上海加强长护险全过程监管，8名护理员因诈骗罪获刑，护理服务机构被罚款。巴布亚新几内亚发生山体滑坡，联合国机构估算超670人遇难，救援工作面临阻碍。好，我们来关注新闻。今天是上海解放75周年纪念日。昨天庆祝上海解放75周年主题报告会在上海大学礼堂举行。1个半小时的报告会，多角度回顾了解放上海战役的全过程，在峥嵘岁月的重温之中，集聚力量，共建光荣之城。交响乐《红旗颂》拉开了报告会的序幕。主题报告完整回望上海战役的壮阔历史，从1949年5月12日到5月27日，解放军战士在16天的战斗中浴血奋战，2.4万余名指战员负伤，7613名指战员献出了生命。3位英雄烈士后代讲述了先辈们的感人故事，致敬革命先烈。父亲到上海工作的时候呢，一直把我和弟弟妹妹带到宝山烈士陵园。每到那个地方，每一年他都要带我们去祭扫。到了那个地方，就让我们跪在烈士的墓前，向他们哀悼。作为烈士遗孤，陈冠宁和父母永诀时只有11个月。他的父母程尔金、王曼霞在国民党内潜伏10余年，被捕后英勇就义。今年是上海解放75周年，我的父母牺牲了75周年。我作为烈士遗孤，我从我的父母身上看到了他们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他们的坚定的理想和信念。铭记历史是为了更好的前行。2006年开放、2019年改造的上海解放纪念馆是相关历史的资料中心。上海将充分用好红色资源，传承红色文化。我们把这个主题展览也是送进了学校，同时呢，我们也结合了资政课的内容。也是让我们更多的这个学生能通过这个我们的展览和宣讲红色宣讲呢，也是更加深入的了解上海解放这段光荣的历史，也是铭记我们革命先辈们的丰功伟业。记者沈倩报道。在迎接上海解放75周年之际，5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将走上银幕与观众见面。电影是原创5剧的焕新表达，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荣誉呈现。上海歌舞团携手上海上市影业有限公司出品。今晚致敬场观摩活动将在美琪大戏院举行，让我们跟随着记者的镜头，抢先了解影片亮点。5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改编自上海歌舞团原创同名5剧，但它并非是原样照搬，而是再次创作，结合了实景拍摄、虚拟拍摄多种手法，运用先进电影技术。全片90分钟，没有1句台词，全靠细腻的表演和光影技术的呈现。到了电影当中，会看到特写，会看到很多逼真的细节，会放大演员的那些表情。我们用了很多新的科技，譬如 MoCo 就是机器人拍摄，还用了 XR 的虚拟影棚，同时又用了很多的装置艺术，将空间延伸出来。从1958年上映的经典电影，到2018年上海歌舞团创排同名5剧，再到即将面世的5剧电影，如何致敬经典，甚至超越经典，是挥之不去的话题。
我们原舞剧的2位总编导韩真、周丽雅以及我们的主创团队进行了多次的这个会议来讨论，怎么样既能保持它的一个最精华的一些内容，同时呢又能够让更多的人来感受到它的不一样。主创们反复学习，反复雕琢每一个肢体语言和舞蹈的画面表达。怎么放怎么割，是夹着还是挎着？这把枪是你上的膛，一打就得割。这个是这一下同时上，3、2、1，好，哎。从电影再回到舞台上之后，我觉得我对于这个人物的感受也更深了。所以我们所有的表演跟内容都是向内的，都是向里更深层的表演。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将在上海美琪大戏院举行致敬场观摩活动。制片方还制作了一系列周边，让电波精神走进观众心中。这款胸针是我们把电影当中很经典的双人舞，然后我戴的这条项链其实意义更加特别，其实是一段密码，我们是叫红色电波密码，希望通过这个电影作品向更多的人去传播我们上海这座城市，它有那么多的故事，它有那么多为我们今天的美好的生活付出过的我们那些烈士。记者许新元报道。昨天下午，管弦乐序曲《红旗颂》特别演出在地铁人民广场站换乘大厅上演，用快闪的形式点燃红色激情。在地铁人民广场站换乘大厅里，经典管弦乐序曲《红旗颂》声声入耳。交响乐从音乐厅来到地铁站，令人意外又惊喜。乘客驻足停留，也有市民专程而来。我是专程过来听的，我很喜欢交响乐，太激动了，这个氛围这个很好，感觉很好，太享受了。我当时站那个位置离元昊特别近，就整个元昊的声音都特别的辉煌大气的感觉。地铁人民广场站换乘大厅是上海快节奏生活的缩影和重要组成部分。红旗颂的奏响又为这个城市公共空间增添了一抹红色，让音乐直接面对面的、零距离的和观众来接触，我觉得这个是和我们平时在音乐厅里面演出，隔着一个舞台上下，大家所有人都要正襟危坐，不能发出声音，一个最大的区别。上海爱乐乐团还将在上海大剧院上演庆祝上海解放75周年主题音乐会，用文艺党课的形式致敬光荣之城。明天这场音乐会呢，我们涵盖了吕其明老师、金福载老师、奚其明老师的3位著名作曲家的6首经典作品。我们希望现场的观众可以在我们这个红色旋律当中感悟上海的城市精神。记者刘毅然报道。开足马力，捷报频传。近期，上海多条轨道交通线路都迎来了新进展。其中，上海新建的首条市域铁路机场联络线已经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今年底，先期开通的7座新建车站都已经完成了结构封顶，目前各项工作正有序推进。记者在机场联络线7宝站看到，车站两头轨道区间已经完全贯通。信号、供电等不同工种的工程师正在区间轨道中对各项参数进行核验调校。目前，上下2层的车站已初具雏形，站台层上一扇扇屏蔽门把车站和轨道隔开，车站的吊顶、灯具安装等施工进程已经过半，设备用房区域即将完工。虹桥站至浦东机场站沿线7座车站目前主体结构均已完成，轨道已完成敷设，正同步推进车站装修、机电设备安装和附属出入口结构等工作。根据计划安排，预计2季度将完成全线单系统调试，3季度将完成联调联试，年内先期开通段具备满足初期运营条件。接下来，三林南站至浦东机场站的接触网热滑及列车上线调试即将进入实施阶段。目前，乘客乘坐地铁2号线从虹桥站到浦东机场需用时90分钟，今年底联络线1期通车后将缩短到40分钟。与此同时，轨道交通13号线西延伸段建设也在加紧推进。日前，一项地下作业的新工艺在西延伸段成功应用。记者在现场看到，信乐路逃生井内随着水位缓缓下降，由13环管片组成的井壁逐渐显露。31米深的沉井井壁坚实完整，线形笔挺。
这个沉井施工全程使用了水下机器人作业，不仅占地区域缩小一半，效率也大幅提高。这也是该项技术首次在国内地铁建设中应用。而按照此前的工艺，下挖30米深度过程中，为防止地下水涌入发生塌方，作业人员在下挖前必须对地下结构采取放入钢筋笼等加固措施。我们这次呢，采用了不排水下沉。不排水下沉的话，就是说水是内外平衡的，这样子就会对环境影响就非常的小。这个效率呢，我们可以达到1天1米的一个开挖效率。一般我们像这种挖一个基坑的话，至少半年以上。那我们这里呢，基本上在1、2个月就可以完成。13号线西延伸段共建5站4井，目前车站已全部开工并封顶一座，地下盾构区间已推通季底路站至红卫河风景区间。13号线西延伸段建成后，将途经闵行、青浦2区，串联起虹桥主城副中心、北虹桥和南虹桥地区中心。记者李恩婵报道。第5届上海五五购物节自启动以来，各大商圈相继开展了多项特色活动。还有1周呢，就是6一儿童节了，不少的商圈地标提前推出促销、快闪等活动，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消费。静安区的这家百货商场提前拉开了儿童节促销大幕，各类团购券、满额赠礼、消费抽奖，让大小朋友热情的买。正好看到有活动，然后刚好满500可以减50。买了2双运动鞋，还有什么？小孙女儿买了几个小儿童用品，玩具啊什么？对。花了多少钱一共？1400多吧。节省好了。几钿啊？一共花？3800，这自个欢喜就可以。就买点糖，买点食玩，买点巧克力之类的。他的节日也是我的节日。除了买，好玩打卡也是商圈的关键词。在这场沉浸式的星球大战里，大小朋友们在积木搭建的装置中体验星际穿梭的感受。坐在驾驶舱里面，然后在射击，非常的好玩。商场里面大多数就是买啊，或者是说吃饭比较多现在。然后现在的话就是可以有玩啊，或者是说有些东西可能有些人不一定知道的话，他可以接触到一些新的东西。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去，我觉得对促进消费来说帮助还是蛮大的。一街之隔的百年张园再度化身充满年轻力的网红打卡点。现实步行街上，一只巨型的漫画小狗在石库门间嬉戏，传统建筑和童趣 IP 碰撞出别样的火花。汇聚人气的同时，也吸引不少商家在此进行新品首发首秀。有很多好玩的、潮流的或者生活的东西。现在消费品都在做跨界嘛，做一些 IP 联合，给了我更多的机会直接去看到这个新品。我们会把比较多的这种线下活动放在上海的打卡中心的这些地标里面。今年的上海五五购物节聚焦首发经济、品牌经济、夜间经济、直播经济，开展了丰富多样的商旅文体融合活动，丰富市民的消费体验。各类活动将持续至6月底。东方卫视记者刘毅然上海报道。来关心天气，受暖气团影响，昨天深成气温迅速攀升，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黄色高温预警，徐家汇站最高气温达到34.9度。午后，全市大部分地区出现了阵雨或雷雨，雷电黄色和大风蓝色预警同时发布。昨天上午，深成上空云层厚重，阳光若隐若现。随着太阳逐渐升高，暖气团作用愈发明显，气温也迅速攀升。中午，外滩清水平台上，游客们纷纷采取各种防暑措施，墨镜、遮阳帽、遮阳伞等成为出行标配。流动饮料车的生意也好了起来，买一瓶冰镇饮料解解暑最为惬意。下午1点多，多区最高温已超34摄氏度，户外体感闷热，不少市民捂得严严实实。一些共享单车的座椅上放置了防吸热坐垫。高温很快被降雨浇熄。上海中心气象台在下午1点10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2小时内本市大部地区将发生雷电活动，并伴有1小时20毫米左右的短时强降水。下午4点左右，市中心多地风云突变，乌云遮蔽阳光，零星雨滴打头阵之后，倾盆大雨随后赶到，不少驾车司机难以看清前方道路，骑行市民也措手不及。降雨持续约20分钟后减弱，乌云也渐渐散去，蓝天重新露脸。气象资料显示，今天上海阴雨天气延续，最高气温将回落至25摄氏度附近。
东方卫视特约记者报道。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号台风艾云尼已于昨天上午在菲律宾吕宋岛上生成，目前已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今天凌晨5点，其中心位于菲律宾马尼拉东偏北方向约205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预计艾云尼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今天白天，我国东部和南部海域将有6到7级风。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北方的降雨范围缩小，仅在东北地区有较强的降雨过程，南方大部降雨将会持续。25号，内蒙古东部、华北、东北地区中南部、黄淮及陕西、湖北、四川盆地、云南南部等地出现较强降雨。四川宜宾和乐山、湖北十堰等局地出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昨天，北方降雨范围明显缩小，主要出现在东北等地。今天，北方地区的降雨范围会进一步缩减，而南方则是大范围降雨持续。今天，贵州、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今明2天全国降雨分布较广，强降雨中心分散且局地雨势强。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等地累计雨量大，公众需做好暴雨次生灾害防御，尽量避免进入河谷、坡地等危险地带。东方卫视综合报道。记者从应急管理部门获悉，今明2天，粤北部分市县、珠三角大部、粤西北部和粤东市县先后有暴雨，部分市县有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转大雨，局部暴雨，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内涝风险较高。广东于昨天14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25号中午12点，四川泸州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当晚7点左右，四川泸州纳西区突降大雨，紧接着泸州各区县陆续开始降雨，最大的降雨量达到了100毫米以上。降雨导致了城区的部分路口出现了积水。受大风和暴雨天气的影响，泸州境内 G76 下荣高速公路龙纳段、纳前段、G93 成渝环线高速公路鲈鱼段等能见度比较低。为了保障道路交通安全，多个收费站点陆续临时关闭。到了晚上的10点左右，随着降雨的逐渐减小，泸州境内受影响的高速公路恢复通行。25号的夜间开始，重庆多地遭遇了短时强降雨，部分地区出现了雷暴大风天气，导致了城区的道路出现了严重的积水和树木倒伏。5月25日晚11点左右，重庆气象部门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据介绍，此次降雨覆盖大部分区域，其中渝北区最大降雨量为59毫米，城区多处道路出现严重积水，最深处达40厘米。巴南区出现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天气，造成多处低洼路段积水，树木被吹断，车辆出行受阻。当地派出所巡逻民警发现险情后，和热心群众一起清理路面上的树枝，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当地相关部门连夜组织抢险人员，对积水严重路段进行清理，疏通排水管道。截至5月26日凌晨3点左右，排水疏堵工作基本结束，积水路段恢复正常通行。此外，受大风影响，巴南区主城一小区出现临街商户顶棚垮塌和树木倒伏的情况，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当地相关部门和居民在雨停后已展开抢险工作，目前小区秩序已恢复正常。当地气象部门提醒，未来2天局地还将伴有短时强降雨天气，注意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昨天中午12点，广佛南环佛馆城际正式开通运营。新开的2条城际线路与已开通的佛照城际、广惠城际首尾相连，实现4线贯通运营，形成一条全长258公里、横跨惠州、东莞、广州、佛山、肇庆等5座城市，呈东西走向的交通大动脉。
随着倒数结束，计划搭乘广佛南环和佛馆城际首发列车的旅客开始进站。地铁与城轨无缝链接的出行方式，让市民搭乘城际铁路与地铁一样便捷，实现一张车票快速换乘弯曲轨道。现在在我身后停靠的就是佛馆城际开通运营后的首趟列车。从此刻开始广大市民只需要手持广州地铁的乘车码，无需提前购票，即可乘坐我们的城际列车，领略肇庆七星岩的独特风光，感受佛山醒狮的凛凛威风，也或者是品尝一碗东莞特色的烧鹅濑粉。在大湾区的11个城市之中呢，贯通运营的4线已经是跨越了5座城市，这也让多地的时空距离更加近了。4线贯通运营相当于粤港澳大湾区有了一条最长地铁，能够有效加强广州、佛山、肇庆、东莞、惠州等城市的联通。通过地铁化的城际铁路，形成一体化的大湾区，打造一张网、一张票、一串乘的交通发展新格局，逐步实现粤港澳大湾区1小时生活圈。我的学校是在那个东莞还有广州之间的边界嘛，平常我回家的话就可能要坐广州地铁的5号线，然后再转佛山那边，中间的过程的话可能要耗大概两个小时以上的。但是这条线开通之后呢，然后这总的时长节省了至少是1半以上的。带小朋友来体验一下，然后顺便去东莞找妈妈。以前的话每次都要开车，我们家小区也是刚好楼下就有地铁，然后直接1张票就可以直接到东莞了。我们是采用了站站停加大站快车的公交化的运营模式，那么执行肇庆站至小金口站以及佛山西站至小金口站的交路，平均行车间隔是26分钟，全程是39个车站，设有14个快车站。在这边也提醒我们广大的旅客在首次使用羊城通或者是岭南通以及我们广州地铁的官方 APP 需要提前做好我们的实名认证。位于广州南站的城际番禺站不仅是国内最大的一岛两侧城际地下站，更是广佛肇广惠的一个重要交通枢纽。节假日远途来到珠三角的乘客，可以在广州南站进行中转，继续前往其他城市，随到随走，扫码进站。昨天早晨6点，在10多位志愿者、保育员、海警、船员的帮助下，我国首例成功救治的短肢领航鲸海棠被送回大海。25号下午，在放归仪式结束后，领航鲸海棠被小心翼翼地包裹。溧阳358科考船载着它从海南三亚出发，历时10个多小时，终于抵达放归海域。海棠回到大海后，大家通过观看无人机拍摄画面，观赏海棠回归后的情况，确保它适应新环境并能独立生存。今年1月3日，海棠在三亚海棠湾被发现搁浅，当时身长3.7米，重约500多公斤。随后，海棠被送往三亚海昌生物保育中心接受治疗。经过4个多月的精心救治和护理，海棠体长长了10多厘米，身体状况恢复健康。经专家团队全面评估，已具备野外放归条件。经过多次的检测，它的生命体征各个方面都达到了科学的要求。领航鲸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体型很大，搁浅后救治成活率极低。而此次海棠救助也是我国首例成功案例。东方卫视综合报道。披着合法的外衣，以威胁、恐吓等卑劣的手段，对我国赴外人员进行拉拢策反行为。昨天，国家安全部公布了一起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妄图窃取我国家机密的案例。李某是我国某领域专家，在该领域拥有多项高端科研成果。一次，李某赴某国开展实地调研，到达后不久就被该国间谍情报机关秘密审查。审查期间，该国间谍情报机关粗暴搜查并扣押李某个人物品，诬称李某的调研工作实为开展情报。李某起初还据理力争，拒绝承认，但在对方长时间以不保障其生命安全和终身监禁等威胁恐吓下，他被迫与对方签署合作协议，并提供了一些内部科研信息。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命令李某回国后继续提供情报。他深知，如果出卖国家秘密，不但将葬送多年学术研究心血，还将给我国科技安全带来巨大威胁隐患。李某回国后，第一时间与国家安全机关取得联系，详细说明情况，并主动提供相关印证材料，
对自身行为表示强烈悔恨。国家安全机关经缜密侦查、综合研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对李某作出不予追究决定，并将为其后续工作提供保护。国家安全机关提示，中国公民出国出境期间，若发现被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或执法机关栽赃陷害，不要签署任何文件，坚持要求联系我驻外使领馆申请领事保护，要求与我使领馆人员会面。入境后应第一时间联系国家安全机关反映具体情况。东方卫视综合报道。好，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会看到。巴布亚新几内亚发生山体滑坡，联合国机构估算超670人遇难，救援工作面临阻碍。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发射火箭弹，致3人受轻伤。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负责人阿克托普拉克26号说，巴新北部地区24号发生的山体滑坡可能造成超过670人死亡。阿克托普拉克表示，目前估计有超过150所房屋被掩埋，灾区周围的地形仍存在不稳定性，附近居民已经撤离。Whole community that was situated at the foot of the mountain had been buried under a 6 to 8 meter deep soil. As of yet, only 5 bodies could have been recovered, and 1 leg of an individual could be recovered, not the whole body. All these belong to adults. It has been communicated to us. But the numbers are feared to be much greater than initially anticipated. 受复杂地形、道路受损以及附近部落发生暴力事件等因素影响，救援工作面临不小阻碍。为解救亲属，当地村民被迫使用铲子、斧头等简易工具，在泥石中艰难挖掘。此次山体滑坡发生在当地时间24号凌晨3点左右，受灾地点位于莫尔兹比港西北约600公里的恩加省考卡拉姆村。山体滑坡几乎将该村夷为平地，目前已导致至少1000人流离失所。东方卫视编辑报道。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昨天表示，他们使用多枚火箭弹袭击了以色列特拉维夫，这是近4个月来特拉维夫地区再次遭火箭弹袭击。卡桑旅26号表示，他们对特拉维夫发动了大规模火箭弹袭击。哈马斯下属阿克萨电视台报道称，这些火箭弹从加沙地带发射。以色列国防军随后发布通告称，巴勒斯坦武装组织从加沙地带南部的拉法向特拉维夫等中部地区发射了8枚火箭弹。以色列急救组织红色大卫盾说，有3人在向避难室撤离时受轻伤。此外，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称，以军继续在加沙多地展开军事行动。在过去24小时内，以军空袭了加沙地带50多个军事目标。东方卫视编辑报道。据以色列媒体昨天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削减了在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拉法的兵力，吉瓦提步兵旅已撤离拉法东部，回到以色列境内。截至目前，以色列军方尚未证实上述消息。报道说，以军第162师的4个旅约3周前开始在拉法东部执行任务，为使更多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进入拉法，以军需要撤出相应兵力。联合国国际法院24号在荷兰海牙发布临时措施，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拉法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时报2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国际法院的压力和被扣押人员的谈判迫使以军改变在拉法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消息人士此前透露，以方将于近日就埃及和卡塔尔的新提议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重启谈判。东方卫视编辑报道。据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以色列战时内阁成员甘茨向内阁秘书处提交了一份提案，要求成立国家调查委员会，调查以色列政府对去年10月7号袭击事件的应对情况，以及以军在加沙军事行动的相关情况。
最近一段时间，甘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冲突应对问题上关系高度紧张。甘茨曾威胁说，如果内塔尼亚胡在6月8号之前不制定出加沙战后计划，他将退出战时内阁。近期，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战时内阁成员甘茨等高官接连对内塔尼亚胡的决定提出反对意见。分析认为，这些举动让以色列高层早已存在的内部分歧公开化。法国总统马克龙昨天抵达德国，开启对德国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这是24年来法国总统首次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马克龙当天与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一起在柏林参加纪念德国基本法颁布75周年活动。马克龙在讲话中鼓励选民在2周后的欧洲选举中投票，尤其是在欧洲右翼势力不断崛起的局势下。Le paradoxe dans nos pays, c'est que les extrêmes, en particulier les extrêmes droites et les mouvements nationalistes, apparaissent séduire. Mais souvent nos compatriotes oublient que si ces partis avaient été aux responsabilités, tout ce qu'ils saluent de l'Europe ne serait pas. 当天晚上，马克龙与夫人参加了施泰因迈尔在总统府举行的国宴。马克龙此访为期3天，随后他将前往德国东部城市德累斯顿发表演讲，以及访问德国西部城市明斯特，然后前往柏林郊外的梅泽贝格宫与德国总理舒尔茨进行会谈。据报道，这是24年来法国总统首次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上一位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是法国总统希拉克，时任德国总理是施罗德。德国媒体称，马克龙此访意在寻找共同答案，争取与德国领导人在国防、经济等主要政治目标上达成一致。尽管马克龙曾多次前往柏林与德国总理舒尔茨进行对话，舒尔茨也曾多次到访法国，但是国事访问的礼仪级别更高，通常会有更多的盛大仪式，这对两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东方卫视编辑报道。卡塔尔航空公司的一架客机昨天在从卡塔尔多哈飞往爱尔兰都柏林的途中遭遇严重气流颠簸，造成机上6名乘客和6名机组成员受伤。都柏林机场运营方表示，该航班已按计划在当天下午1点前安全降落都柏林机场。有乘客表示，飞机颠簸持续了不到20秒的时间，当时机组人员正在为乘客分发餐食，有人因未系安全带被甩出了座位，导致头部受伤。卡塔尔航空公司表示，飞机降落之后，急救人员迅速到位。目前，机上所有乘客都已经接受伤势评估，其中8人被送往医院治疗。该航班是一架波音787-9型客机，航空公司表示正在对此次事件进行内部调查。美国德克萨斯州等地25号和26号遭风暴袭击，截至目前已经造成了至少15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德克萨斯州库克县警长26号表示，风暴造成当地多人遇难，由于目前仍有人处于失踪状态，预计死亡人数还会进一步增加。在德克萨斯州登顿县，龙卷风破坏当地多处房屋、供电设施以及树木和车辆，多人被救护车或直升机送往医院。目前他们的受伤状况还不清楚。除德州外，始于25号晚的风暴对俄克拉荷马州部分地区也造成了破坏。截至26号，德克萨斯、俄克拉荷马、密苏里等州共有超过25万个家庭和企业停电。东方卫视编辑报道。印度德里一家婴儿护理中心25号晚上发生了火灾，造成7名婴儿死亡。大火于昨天凌晨被扑灭。德里警方对该婴儿护理中心的负责人启动了初步调查。德里消防局局长说，初步判断可能是氧气瓶爆炸导致的火灾发生。印度北部地区连日来遭遇到了极端的热浪，局地的气温高达50度，为近5年来的最高值。气象部门已经对包括首都新德里在内的多地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建议民众注意防暑。位于拉贾斯坦邦的珀洛迪昨天最高温度为50摄氏度，是印度2019年6月以来测得的最高值。在相对凉爽的山区，一些地方当天也测得40摄氏度以上的罕见高温。
气象部门预计，在拉贾斯坦邦、旁遮普邦、古吉拉特邦和新德里所在的德里地区等地，酷热天气将持续至29号左右。气象部门已向德里地区等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建议当地民众采取防暑措施。根据印度中央水资源委员会的说法，受持续高温侵袭，印度150座主要水库水位上周降至5年来最低点，导致多地面临用水荒，并严重影响水力发电。印度的4月至6月通常较为炎热，随后到来的季风降雨会有降温作用。过去10年间，印度这个时节的天气变得越来越热。一些专家认为，印度高温天气是气候变化所致。东方卫视编辑报道。好，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会看到。上海加强长护险全过程监管，8名护理员因诈骗罪获刑，护理服务机构被罚款。安徽一医院将猪肝移植给肝癌病人，病人术后状态良好，肝功能等指标恢复正常。早上7点37分，欢迎您收看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各位早上好，我是何清。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上海试点开展长护险以来，已有500家长护险定点居家护理服务机构，近6.8万名护理员。由于长护险涉及到的是医保基金，评估结果准不准、资源匹配高不高、服务质量稳不稳等问题，一直备受关注。为此，上海加强了长护险全过程监管。在长护险监管的大数据平台上，某家机构评估员上传的评估量表异常，引起了市医保监督检查部门的关注。他其实扶着能走，那么他的评定等级不应该达到6级。经过调查，这名 A 类评估员在70多次评估中，给所有评估对象的评估量表都勾选了50%以上的关节受限，而与他搭档的 B 类评估员基本都没有相对应的疾病勾选。疑点发给医检中心后，重新对这些对象进行了评估，结果70%的评估等级都有所下降，有5人从5、6级降为0到1级。这名 A 类评估员也被取消了评估资格。除了守好长护险评估的入口关，监管部门还会对护理人员的日常服务进行全过程监管。前不久，市医保监督检查部门接到举报，某长护险护理机构的护理员季某虚假结算达1万元。经过深入调查，监管部门发现整个机构存在不少异常行为，结算和签到的数据不是很匹配，可能存在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欺诈骗保的一个情况。最终，该机构的8名护理员因诈骗罪获刑，医保部门对该公司也进行了行政处罚。我们进行了一个91万元的追款，10万元的罚款并对这家护理服务机构解除医保服务协议。记者潘瑶瑶报道。5月17号，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成功将514克的供体猪肝脏移植到了一位71岁、右叶巨大肝癌的男性病人身上。目前，病人术后状态良好，肝功能等多项指标已经恢复正常。术后第7天，患者刘先生已经可以下地自由活动，没有发现超急性和急性排斥反应，凝血系统没有障碍。我现在恢复的多好，吃饭走路也没问题。就在1周前，刘先生因为右叶巨大肝癌住进了医院，在介入等治疗无效，肝脏随时可能出现破裂的情况下，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在充分征得家属和患者的知情同意后，将一只专为人体器官移植培育的转基因猪肝脏移植到患者的右侧肝窝内。获取的514克的10基因编辑猪肝脏移植到患者的右侧的肝窝内。这个手术呢，确实难度大，没有人做过。我们首先要保证流出道的通畅，然后呢再做的动脉的吻合。这个手术呢，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完成了。本例从转基因猪到活体人的一种移植手术，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孙贝成教授团队和云南农业大学魏洪江教授团队合作完成的。这不仅是世界首例活体人的一种肝移植手术，也是全球猪道人一种器官移植最终进入临床的又一个里程碑。安医做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尝试，可以完全克服超级排斥反应，
这是一种移植的最大的一道关，拓展了一种移植的应用领域，也是新的里程碑性的意义，对未来是非常大的一个进步。2024世界1级电动方程式锦标赛，也就是 F1 上海站正赛第2回合，昨天在上海国际赛车场起跑。在 F1 中国大奖赛结束1个多月之后，申城再度掀起了赛车热潮。F1 第12轮继续在上赛道上演激动人心的比赛。经过28圈较量，保时捷车队的达科斯塔获得冠军，甘位起步的迈凯伦车队车手杰克休斯获得亚军。电动马达的声浪给车迷带来一场绿色科技与速度激情的盛宴。未来的车手或许就在今天的看台上，让他对就是赛车这个赛事文化能够提升一些兴趣，然后后续的话，如果他有这个兴趣爱好的，就是发展的意愿的话，那也可以去往这个方向去培养。 It will not happen overnight, but we're looking at that one. And I personally would be extremely pleased that probably in a few years' time we would have a young kid from China in one of our factory cars. But as we said earlier on, it's a tough way. It doesn't happen overnight. 这是 F1 赛事时隔5年再次回归中国，也是他首次亮相上海。之所以选择上海 ，F1 赛事组委会表示，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和赛事之都，在全球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And then developing on the project, so definitely this was our step back into a tier 1 market for us, which is China. And then the type of racing that we're going to see here. 中国作为目前世界上非常发达的一个电动汽车制造的这个国家，那电动汽车领域，我们觉得这个最顶尖的赛事也不应该在上海缺席。F1 下场比赛将移师美国波特兰举行。记者韩琼、陈俊杰、孙启萌报道。由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主办，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辰山植物园承办的第12届光明如实辰山草地广播音乐节于上周末上演。昨天晚上，俄罗斯的圣彼得堡爱乐乐团和上海著名钢琴家孔祥东合作，带来了柴可夫斯基的数首经典作品，也为庆祝中俄建交75周年送上了祝福。当钢琴家孔祥东弹出第一个音符，观众们纷纷举起手机，记录下这场中俄顶尖艺术家的合作瞬间。柴可夫斯基降 B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被视为与俄罗斯国歌同等重要的音乐作品，兼具豪放的青春活力和真挚深情，令人百听不厌。首次登上辰山的舞台，就要带来如此重磅的合作。孔祥东也跟观众们分享了排练的趣事。我们今天下午已经顶着烈日排练了，我调了7件 T 恤衫，我别退，擦了交个排练好走下去，我再结棍发女了。我从15岁开始演奏这个作品，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跟我相伴了已经有40个岁月了，也是我演出比较多的一首作品之一。那么，其实俄罗斯的作品跟我们中国人的情愫很相像，无论是他们音乐中、艺术中，还是文学中，所有的这种气场、气质，跟我们的感情是很通达的。柴可夫斯基的作品一直是我们中国观众特别热爱的。随后，更为脍炙人口的《天鹅湖》组曲接连上演，观众们沉浸在舞曲的美妙世界里，一曲作罢，掌声久久不息。2个小时的高水平演出，让柴可夫斯基的乐迷们大饱耳福。经典民团来合作，又是柴可夫斯基的这个第一钢琴协奏曲，我是非常期待的。我很喜欢这个曲子，也期待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下面，大家可以共同享受一个音乐的夜晚吧。We are originally from Moscow, but this orchestra is from St. Petersburg. But we are really very eager to listen to. 2024年辰山草地广播音乐节入选了100个打响上海文化品牌的最佳融合发展案例。作为上海的一张文化名片，将持续为这座城市的繁荣发展注入无尽的艺术活力。东方卫视记者龚海运上海报道。近日，武警上海总队某机动支队组织开展多种类、多科目实爆实喷训练考核，检验工兵、防化等作战支援分队实战能力。
炸高1米，倒向南，抗力系数2，开始蹲。正在进行的是材料构建爆破。作业手根据施爆区域内木桩、混凝土柱等不同目标的性质，完成炸药量计算、爆破装置制作等一系列操作。爆破清障在武警部队官兵遂行抗震救灾、抗洪抢险等任务中，有着打通灾区救援通道的重要作用。3、2、1，点火！在实爆训练中，爆破作业手要完成单兵作业、班组协同等多科目实爆操作，这对我们爆破作业手的专业技能和心理素质都是一次严格的考验。这里正在进行的是喷火射击训练，在战场上能有效打击暗堡坑道内部的据守残敌，为后续作战行动提供有力支援。精细调油、按量加注、检查装备、锁定目标。喷火器手根据地形地势选择不同姿势，对多种模拟目标实施喷火射击。顷刻间，一条条火龙呼啸而出，成功摧毁目标区域。从火焰出膛到喷射完成，只有短短2、3秒的时间，极大考验了喷火器手快速瞄准、瞬间激发的能力。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实喷作业，下一步我要继续加强基础训练，提升自身能力素质。记者沈倩报道。更多长三角区域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长三角青少年游泳邀请赛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游泳馆举行。此次比赛汇集了长三角地区近60所学校及优秀游泳俱乐部的1300名游泳小将。赛事设置了学校组和俱乐部组，共产生186枚金牌。近年来，通过市体育局和市教委的合作，人人学游泳项目在上海不断推广，大部分青少年都掌握了1种以上的泳姿。沪豫蓉高铁重启公铁长江大桥主桥 S9号墩盖梁成功浇筑，标志着大桥水中首个门式桥墩建成。重启公铁长江大桥是上海至南京至合肥高铁重点控制性工程。大桥全长4.09公里，主跨400米，横跨长江入海口北支航道。无锡地铁全线网首套 AI 智慧系统在 S1 线江阴中医院站启用。基于视频 AI 分析技术，系统可以捕捉到摔倒、打架等异常动作，并具备自主锁定遗失物品的功能。此外，系统还能实时获取车站各区域客流情况，为车站科学实施客流分级管控提供依据和支撑。江苏南京首艘吃水达11.6米的出口船舶顺利起航，船上装载了来自江苏、安徽、湖北3省的5.7万吨化肥，将被送往巴西。南京海事局介绍，船舶吃水从11.36米提升到11.6米，可以多载运货物2000余吨，免于到下游的港口再去中转，大大节约了企业物流成本。浙江杭州、安徽黄山共建世界级廊道，打造文化旅游新高地。根据互惠政策，今年5月至6月，每个周三，黄山、宏村、西递等14处4级以上所有收费旅游景区面向杭州市民免门票。到今年年底，临安大明山、龙门秘境、天目月乡、古运河桥等景区，黄山游客可享首道门票免费。按照知情同意自愿的原则，今年浙江全省将为13至14岁女孩免费接种2剂次国产2价 HPV 疫苗。按照项目进度安排，目前各地已陆续启动第1剂 HPV 疫苗接种工作，预计6月底前完成首针接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消息。上周沪指累计跌2.07%，深成指跌2.93%，创业板指跌2.49%。A 股后市怎么走？我们来连线第一财经评论员、国际证券财富中心策略分析师黄岑栋。黄先生你好，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好的，那么上一周 A 股呢，确实也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调整。那最主要原因呢，可能还是和外围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市场呢，其实对于美联储整体的一个降息预期呢，又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降温。那么最主要呢，是来自于美国本身的一个比较强劲的经济数据。那么在上周的时候呢，美国公布了5月份的标普全球 PMI 指数是回升到了50.9，是远远超出了市场预期，也是比前值的50%要高了0.9个百分点。那么在一
一个比较强劲的经济数据之下，那么市场呢也是认为美国的经济还是具有比较好的一个韧性，而且呢，在上一周美联储也是公布了5月份的一些会议纪要，那么在这份议纪要当中，整体呢还是比较偏鹰的，也是显示出很多的一些美联储官员还是认为需要有一定的时间去观察整体通胀下行的速度，也是表示还是将会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利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那么这也使得整体9月份美国进行降息的概率呢是再出现了一个下降。那目前来看的话呢，可能概率是不足50%。而从国内来看的话呢，其实我们发现，其实证监会对于整体的一个减持的新规也是在不断进行一个落地。那么从目前的一个实施效果上来看，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那从今年截止到目前，整体的一个净减持重要股东的这样的一个份额大概才是68个亿，那么这是远远低于去年的3300亿，也是比22年的4200亿要少了很多。那么其实从周末公布的新规上来看，那未来还是会进一步去强化对于重要股东减持的一个监控。那另外呢，还会去规范整体的一个绕道减持的这样的一个防范。那总体上来看的话，那我们觉得是比较有利于整体资本市场它的一个稳定性的一个发展，也是夯实整体的一个股市的重心。那么综上来看的话呢，那我们觉得虽然整体的一个外围的市场确实还是对我们国内会产生一定的一个扰动，但是国内的政策呢也是在不断进行一个落地。因此总体上来看，那么 A 股呢在技术层面其实是有一定的一个压力，但是呢我们相信这个压力所产生的这样的一个调整空间可能也会比较的有限。那对于我们的投资者而言的话，稳健投资者可以适当的控制一下仓位。主持人，好的，非常感谢黄先生的分析。下面有请江波为我们带来这时段的报天下。江波，好的，接下来一起进入这时段的报天下。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解放日报》的这个内容。75年前的今天上海解放。《解放日报》呢今天推出了4连版的手绘长卷，聚焦人民城市的5个瞬间。75年前，鏖战乐谱，解放上海的战役打响了第一枪。那战场碉堡如今在一所中学里，这一遗迹恰好在操场的跑道起点，一批又一批的学生从这里起步，筑梦、逐梦。现在硝烟散去，但前辈浴血的精神却是永存的。我们再来看75年前激战高桥，解放军在这里打赢了一场硬碰硬的攻坚战。那这个曾是上海包围战的袋口，那如今也是建起了一座口袋公园。放眼整个上海，一个环城生态圈正在形成，1000元之城的目标也正在成为实景图。75年前攻打苏河，我军规定市区作战不能使用重火力，以惨烈的城市攻坚战夺取了苏州河北岸阵地。现如今，苏州河畔的历史建筑在城市更新当中不断的换新，沿着一江一河串出城链，人民城市践行着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75年前，街边露宿，威海路、黄陂路路口军部指挥所设在马路边，军长和战士们一起怀抱枪支，合衣席地而卧。那现如今呢，环人民广场流光溢彩，市民游客也在此享受着高品质的文化供给。75年前，智取沪东，战斗期间，杨树浦水厂、电厂照常运作，马路上电车、公共汽车正常行驶，电话通畅。而如今，昔日的工业袖带已经变成了生活袖带，这里成为了生动诠释人民城市重要理念的最佳窗口。抚今追昔5个瞬间穿越历史和当下，犹如城市发展的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在此交汇，彰显了人民城市深刻而朴素的意涵。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新华社的这篇文章。近日，第3轮第2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曝光了7省市首批典型案例，这其中呢有水质持续恶化的、治理流于形式的、违规种植死灰复燃的。文章说此次曝光案例所涉的产业很多都是当地经济的重要支柱，一些地方监管不力，甚至还坚守自盗。从根子上来说，就是因为地方经济始终在发展老路上兜兜转转，不追求高质量发展的高线，而是去踩踏红线，丢了底线，依赖传统发展路径，这是当前一些地方的现实写照。当
当然了，暴露出问题、明确病灶，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就是要倒逼地方转变发展方式，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不是口号，坚持高质量发展，一定要落在实际行动中。好，再来看《解放日报》的这篇文章。近期，中央网信办正在全国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自媒体无底线博流量专项行动。违背公序良俗、制造人设是急需整治的重点问题之一。文章说频频发生的网红乱象让公众忍不住猜想，如果平台还是按照之前的游戏规则运行，一个不良网红倒下，那更多的不良网红还将横空出世，他们还会依葫芦画瓢，打法律政策的擦边球。可见，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逐利是资本的天性，流量是效仿者的指明灯。而想要从源头上改变互联网空间群魔乱舞的现象，就需要正视网络平台的逐利性、网络内容缺少把关人、监管制度滞后等本质因素，通过多媒体联动、多手段并举补上这些漏洞，引导平台履行监管职责，设立科学合理的内容分发机制，在内容引流上披杀拣金，这样才可能营造出清朗的网络空间。好，我们再来看光明时评的文章。近日有媒体关注到了视障人群使用互联网时所遇到的困难，并为解决问题探讨相关路径。文章说了，过去我们强调公共空间的无障碍基础设施建设，比方说修盲道去台阶设置盲文按钮等等。但现如今呢，如何普及网络无障碍意识，让视障人士也能够充分的参与数字化交互和实践，成为了大众共享数字发展红利的前提。信息无障碍的推行，终究还是需要我们将视障人群也要纳入到常规用户序列，将他们的需求和非视障人群的需求同等看待的。好，最后我们再来看《经济日报》的文章。这2年呢，不少地方的景区通过各种方式在减免门票，但是也有个别地方脑筋没有转过弯来，还依然把发展门票经济作为他们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文章说了，如今对门票经济的依赖程度成为了衡量某地旅游业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往往越是旅游业高度发达、服务配套成熟完善的地区，就越不在乎门票费。虽然门票收入下降了，景区的小账暂时好像受到了损失，但客流量增加全面带动了吃住行游购娱等消费经济的增长，相关行业都因此而获了益。所以从地方经济发展的大账来看，这一点显然还是对的，赚的还是会更多的。好了，这一时段报天下内容就这些，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主播。好的，谢谢江波。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会看到。上海、天津等地邮轮旅游市场需求旺盛，入境免签等政策便利外国游客来华，邮轮经济迎发展新机遇。粤港澳大湾区最长地铁正式贯通运营，4条城际铁路串起5座城市，助力一体化。上海3级医院50%专家号源提前5天下放社区，覆盖全市248家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评估后可预约。今年已有超过1万人穿越英吉利海峡偷渡至英国，刷新同期最高纪录。苏纳克连任面临挑战。早上8点整，欢迎来到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各位早上好，我是何清。来看一下天气，上海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中等。今天半夜前后转多云，明天晴到多云，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级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温度是24度，明天的最低温度是19度。好，我们来关注新闻。2023年5月26号，
蓝梦知心号邮轮在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开启了试航之旅，标志着上海母港国际邮轮航线重启。1年的时间过去了，在外国旅游团乘坐邮轮入境免签等一系列便利政策的带动之下，上海、天津等地的邮轮旅游市场需求旺盛，邮轮经济复苏势头强劲。那么，乘着邮轮进出中国，体验又如何呢？来看报道。2024年5月15号起，我国在13个邮轮口岸实施外国旅游团乘坐邮轮入境免签政策，并配套推出支持促进邮轮产业发展若干措施。5月24号早上，巴哈马及地中海号邮轮靠泊天津国际邮轮母港，来自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印度、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的近800名外籍旅客享受新政策带来的通关便利。It is very easy to go inside quickly and we didn't lose so much time, which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people who want to go quickly to the ship. We go to the Beijing and we return to the Europe, and I hope that we shall return again, and I am planning even every year to come here. 新政实施以前呢，外籍旅客入境需要填入境卡，需要采集指纹等生物信息，还需要加盖入境验契章。如果没有办理好签证呢，从天津去北京等地观光旅游的呢，还需要办理临时入境许可或者申办停留证件，这个时间上相对来说会比较长。新政实施以后呢，以上这些手续有的是免除了，有的是简化了，可以说在时间上大大的缩短了。在新政策的带动下，复航了1年的国际邮轮行业将迎来一场翻身仗。记者了解到，接下来的1个月之内地中海荣耀号、爱达地中海号将分别停靠深圳蛇口和山东青岛，大批外国人入境将给入境游市场再添热度。乘坐邮轮来华的外国旅游团可免签入境的口岸，目前在中国有13个。包括天津、辽宁大连、上海、江苏连云港、浙江温州和舟山、福建厦门、山东青岛、广东广州和深圳、广西北海、海南海口和三亚。停留时间不超过15天，活动范围为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北京市。入境港口的增多和在境内活动范围的增加，吸引境外游客来华的政策可以说是诚意满满。新政的实施以后呢，到访天津的国际知名大型邮轮也会陆续的回归，而且访问港的邮轮也会增加，这样呢，入境的外籍旅客的人数呢也会持续的增长。目前，天津、上海的国际邮轮母港今年的到港邮轮都在稳步回升。天津预计将接待入境邮轮100艘次，入境旅客超30万人，恢复至2019年80%的水平。上海国际邮轮复航至今，边检机关已累计查验国际邮轮超220艘次，查验出入境人员约70万人次。坐着邮轮来中国，成了不少境外游客来中国的首选。一些知名国际邮轮的频繁停靠中国境内，就是最好的印证。今年以来，欧罗8号、威斯特丹号、麦西夫5号等多艘访问港邮轮陆续停靠上海。今年4月26号，搭载4000多名国际游客的海洋光谱号邮轮抵达上海，创下复航以来国际游客单船入境中国旅游的最高人数纪录。外国旅游团乘坐邮轮入境免签政策红利不断释放，让众多国际知名邮轮公司纷纷加大对中国航线的投资和部署力度。政策实施像是一场接力跑的第一棒，后面从港口到周边的景点、餐饮、旅行社等一棒接着一棒。而参与这场接力跑的队员们都做了哪些准备呢？为了跑赢这场中国邮轮业复苏的接力赛，除了免签政策的红利释放，一些配套措施也在迎头赶上。比如，国际邮轮上船员的入出境手续也进行了简化。对随邮轮抵港不登陆的船员呢，可免予交验出入境证件。为离船登陆后还需要返回到船上的外籍船员，集中受理签发电子临时入境许可，实现了船员快速便捷的登陆和返船。因为邮轮旅游的特殊性，对于游客来说，既需要港口的服务，还需要旅游产品具有吸引力。方便顺利入境只是第一步。
如何让他们在有限的时间体验更好的旅游服务？相关环节上的各家也都在紧锣密鼓地筹划着。我们也要设计适应于各国客人来中国的一些旅游线路，包括邮轮母港周边的一些长短线的线路。现在中国的交通发达，可以在这个母港周围的地方呢，纵情的游览和品尝中国的美食，是吧？比如说我们在设计线路的时候，怎么针对外国游客，让他更好的了解中国？比如说我们怎么给他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支付便利化等等。今年以来，北京市入境旅游发展持续加速。截至4月，北京接待入境游客79万人次，同比增长近3倍。近日，北京举办入境旅游发展大会，通过中外旅游商洽谈、战略合作签约、文旅资源推介等活动，推动北京入境旅游更快发展。24号，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大会开幕式在首钢园举办，来自全球的100名旅行商代表前来参展。中外旅游企业进行点对点洽谈，现场搭建了非遗展区、京式旗袍传统制作技艺等特色非遗项目，吸引外国旅行商互动体验。不少人还现场选购丝绸、茶叶等商品。目前，北京市79家5A 级和4A 级景区，149家正常营业的5星级和4星级酒店已全部配备外币 POS 机。除了支付便利化措施，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还向全球旅行商及入境游相关企业推介了京津冀144小时过境免签、邮轮入境免签、离境退税等政策。为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等主要客源市场的10家旅行商颁发了北京旅游全球战略合作伙伴证书，促进合作伙伴与中国及北京地区的优质旅游企业开展深度合作。今年也重启了这个入境旅游的奖励和扶持资金项目，更好的鼓励北京市的入境旅游企业来开展这个入境旅游产品的研发和这个组团，推动这个入境旅游的更快的发展。昨天中午12点，广佛南环佛馆城际正式开通运营。新开的2条城际线路与已经开通的佛照城际、广汇城际首尾相连，实现4线贯通运营，形成一条全长258公里、横跨惠州、东莞、广州、佛山、肇庆等5座城市，呈东西走向的交通大动脉。随着倒数结束，计划搭乘广佛南环和佛馆城际首发列车的旅客开始进站。地铁与城轨无缝链接的出行方式，让市民搭乘城际铁路与地铁一样便捷，实现1张车票快速换乘湾区轨道。我的学校是在那个东莞还有广州之间的边界嘛，平常我回家的话，就可能要坐广州地铁的5号线，然后再转佛山那边。中间的过程的话，可能要耗大概两个小时以上的。但是这条线开通之后呢，然后这总的时长节省的至少是1半以上的。带小朋友来体验一下，然后顺便去东莞找妈妈。以前的话，每次都要开车，我们家小区也是刚好楼下就有地铁，然后直接1张票就可以直接到东莞了。4线贯通运营，相当于粤港澳大湾区有了一条最长地铁，能够有效加强广州、佛山、肇庆、东莞、惠州等城市的联通。通过地铁化的城际铁路，形成一体化的大湾区，打造1张网、1张票、1串城的交通发展新格局，逐步实现粤港澳大湾区1小时生活圈。我们是采用了站站停加大站快车的公交化的运营模式，那么执行肇庆站至小金口站以及佛山西站至小金口站的交路，平均行车间隔是26分钟，全程是39个车站，设有14个快车站。在这边也提醒我们广大的旅客在首次使用羊城通或者是岭南通以及我们广州地铁的官方 APP 需要提前做好我们的实名认证。现在在我身后停靠的就是佛馆城际开通运营后的首趟列车。从此刻开始广大市民只需要手持广州地铁的乘车码，无需提前购票，即可乘坐我们的城际列车，领略肇庆七星岩的独特风光，感受佛山醒狮的凛凛威风，也或者是品尝一碗东莞特色的烧鹅濑粉。在大湾区的11个城市之中呢，贯通运营的4线已经是跨越了5座城市，这也让多地的时空距离更加近了。
端午节临近，许多地方已经开始举办各式各样的文化活动迎接端午节。5月25号，2024年广东省龙舟公开赛在珠海隆重举办，现场龙舟氛围感十足。本届的广东省龙舟公开赛共有39支队伍参加，其中包括5支港澳队。随着澳车北上、港车北上的实施，越来越多的港澳人士北上旅游、北上消费，3地的融合发展越来越顺畅，也让此次参赛的5支港澳队伍有了主场竞赛的感觉。真的是第一次来，就让我感觉到很惊讶，人特别多，又特别隆重。希望就是我们澳门的所有代表团、所有的体育赛事都来内地学习了，这样有助于我们澳门的所有体育进步一些了。河上精彩，岸上也热闹。在赛场旁边，当地精心为观众布置了龙舟民俗文化艺术展，展出了数百件与龙舟文化相关的珍贵藏品，不仅让当地观众了解了本土龙舟的悠久历史，更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前来领略这一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楼市。本月中旬，房地产政策迎来了多项调整，涉及贷款利率、首付比例等内容。政策推出以后，多个城市的看房人明显增多，对市场的预期也提升了不少。在北京，看房热潮从4月底就开始了。当时北京放宽了5环外限购政策，而随着5月17号新政公布后，看房人就更多了。不过在成交量上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增长，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北京还没有明确出台降低首付的政策。目前首套首付款比例仍然是不低于30%。另一方面，目前北京仅是住房公积金的贷款利息下降了，商业贷款利息怎么下调，还要看银行后续如何跟进。所以现在市场最大的变化不是成交量，而是大家对于未来的预期明显提升了。我觉得目前的市场是整体是比较活跃的。从我们这个和客户沟通的这个过程中，能够明显感觉到大家对目前的整体预期逐步回升的，就大家对未来的信心也是比较足。重庆近日也发布新政，支持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比如实施多子女家庭购房补贴以及实施人才购房补贴。政策发布后，记者来到一处位于南岸区的楼盘，发现前来看房的人明显增多。在杭州，全面取消限购叠加5月17号新政，市场激活明显。统计数据显示，对比4月份的日均值，最近10天杭州二手房咨询量增长29%，二手房买卖房源增长5%。专家表示，各种房地产优化政策的出台，对于市场信心的提振，目前看来还是有效果的。但是政策效果的充分释放还需要时间，后续各地需要根据自身实际进一步细化政策。东方卫视综合报道。近期，随着房地产市场信贷新政频出，苏州市民看房的热情逐渐走高。在相城区春申湖路边的2个相邻楼盘里，销售人员顾不上吃饭，还在接待一波波客户。小的换大的，包括一些首套房、刚需啊、购买、结婚的这种都过来看房。售楼部的话，大概有10个置业顾问嘛，我们基本上都接不过来，比较忙的。中午的话，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改善型的。那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时机买房？这个时机的话，房价也在下降嘛，然后利润也下调了，总的成本比以前降低了。5月18日起，苏州下调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市住建局发布消息，即日起，苏州市取消首套房和2套房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限。商业银行可根据客户风险状况，自主确定每笔贷款的具体利率水平。专家表示，本次取消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限，将进一步拓宽金融机构自主定价空间，对于推动房贷利率市场化改革具有重要作用。用金融手段来支持房地产市场，进一步降低购房者的购房门槛和还贷的这个成本，促进刚需和改善性住房的这个需求释放，有利于提升苏州房地产市场的这个交易的活跃度，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的发展。苏州台报道。近期，广东省中山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发布了关于进一步的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业务的通知，在全省率先实施住房公积金余额直付购房款的政策，并初显成效。这项新政都有哪些亮点？让我们来看一下。住房公积金余额直付购房款政策
中山脚存职工或其配偶一次性付款含分期付款购买本市新建商品住房，本人及其配偶可提取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用于支付购房款，提取总额不超过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购房金额，提取的购房款直接划转到房地产开发企业指定账户。该政策属于省内首创，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减轻职工购房自筹资金的压力，满足职工的购房需求。据了解，职工申请住房公积金余额直付购房款，需要提交申请表、购房意向书、身份证3项资料。如产权人配偶申请，需提供结婚证。通知还优化了一次性付款购房提取政策。这个政策是在原来一次性付款购房3年内提取2次的基础上，增加了5年内提取5次。在提取额度不超过购房款的前提下，职工的提取额度是有效的增加了，进一步增强了职工的获得感。现在提取的次数增加了，也更加方便我们了。这项新政推出近1个月来，受到广泛关注。截至到目前，中山市公积金中心已收到有关咨询2000多人次，多笔业务正在办理。广东台报道。办好学前教育，实现幼有所育是一项重大的民生工程。日前，广东省河源市印发实施办法，对住宅小区配套幼儿园的规划、建设、移交、管理和使用提出了明确要求。位于河源的这家幼儿园是为此地小区所配建的办学场所，其办学性质为公办幼儿园。该幼儿园配备24个班，共有720个学位。该幼儿园校园用地总面积为7560.03平方米，全面竣工并交付使用，计划于9月1日正式开学迎新。对于这所新建的公办幼儿园，住在附近的居民们纷纷点赞。有这个公办幼儿园的实施，我觉得是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是挺实惠的、挺方便的。又搞那个公立的，然后呢，刚好就是我们在这个小区没有多远，现在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哎。河源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住宅小区配套幼儿园的建设规模应根据服务人口数量，按照1000人学位数不低于40座的标准，统筹考虑区域适龄幼儿数量、教育资源状况、幼儿园服务半径、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确定。实施办法主要解决住宅小区配套幼儿园的规划、建设、移交、管理和使用等问题。建立住宅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和管理的长效机制，明确了住宅小区配套幼儿园规划和建设的具体要求及相关部门职责。据了解，该实施办法于今年5月10日起施行，有效期为5年。广东台报道。好，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会看到。上海3级医院50%专家号源提前5天下放社区，覆盖全市248家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评估之后可预约。南方新一轮降雨来袭，广东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上海高温、雷电、大风3预警齐发，午后强降雨送来清凉。好，新闻继续。为了让分级诊疗有效地发挥作用，今年4月，上海市卫健委发布消息，大力推进上级医院号源下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3级医院50%的号源提前5天给到社区。这无疑是近年来上海分级诊疗便民惠民的又一大动作。1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该政策已经在全市的16个区248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现了100%的落地。那么专家号真的能够抢得到吗？上下级医院之间的衔接又是否顺畅呢？我们来看报道。因为左下肢麻木不断加重，几个月来，72岁的王阿婆跑了好多家医院。排除了下肢肌肉、血管、神经等问题，但一直没能最终确诊。有医生推荐王阿婆可以去华山医院神经内科看一位专家，然而看病的进程却卡在了抢号上。每个礼拜也等了很到了地钟，快点递进去，总归人多，进不去，进去了以后，总归强追，正在预约，追了半天没了。
今年4月，50%专家号源提前5天放给社区医院的新政出炉，王阿婆将信将疑，找到自己所在的英航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在转诊平台中输入医院以及医生姓名搜索后，页面很快弹出了顾医生的号源情况。现在顾主任6月17号星期一真有的。在家庭医生的帮助下，专家号顺利预约成功。此时，华山医院公众号上的号源仅能预约到6月3日，而家庭医生系统里的开放号源已经可以预约后2个周一诊疗日的了。家庭医生方便了这个叫啥个病人。事实上，上海从2016年就开始推行50%上级医院专家号源可以通过家庭医生预约的惠民政策，但是实际执行效果不算理想。一方面，当时家庭医生预约号源的时间与社会面同步，没有优先级。但是呢，我们就发现这个等待时间比较长，所以呢，就自己到这家3级医院去看了。另一方面，当时的社区医院诊疗水平有限，在大多数人眼里，基本就是老人配常用药的地方。稍微复杂些的病症，居民根本不会选择首诊在社区，也就不存在转诊的事儿了。不过，从2022年开始，上海社区医院发展进入了快车道。从诊疗设备的添置、药品扩容到社区医生的能力培训，让社区医院的腰杆挺了起来。愿意去社区医院首诊的市民变多了。利用好我们原来的粘性，再加上这次新赋能的我们的武器，居民也更加乐意来找到我们家庭医生。市卫健委统计显示，去年社区门诊总量已经占到了全市公立医院门诊量的38%。有了这样的基础，社区医院能优先预约专家号源的便利也开始真正发挥作用。像钱老伯4月在社区医院检查出肾功能指标异常升高，社区常用药物无法调理，通过转诊预约到了龙华医院肾内科专家号，专家调方后，指标很快恢复了正常。近1个月来，新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利用优先号源上转的患者已经超过了300人，每天约有20人转诊到上级医院就诊。包括普通、专家、专病，还有特需，我们全部是开放给社区家庭医生的，优先就诊、优先检查、优先住院。那么这样是不是会导致约不上专家号的病人一窝蜂去社区医院抢号呢？根据要求，家庭医生在评估病情后有4类情况可以上转。一是像王阿婆这样疑难病情无法明确诊断的；二是诊断明确，但是病情需要利用到上级医院的检查和治疗手段的；第3和第4类情况分别是超出社区医院诊疗范围，以及存在其他较为复杂的病情。而从4月中旬至今的情况来看，需要用到上级医院检查和治疗手段转诊的情况是最多的。主要像是我们的这个核磁共振，现在我们优先过来做这样的检查，应该早个1-2天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目前，全市已有61家3级医院以及129家2级医院加入到了市级分级诊疗平台，开放转诊预约的号源总量比例不低于50%，其中专家和专病号源占比60%以上。随着家门口医院医疗服务水平的提高，加上本次优先号源政策的优化，分级诊疗的科学性和便捷性正越发显现出来。我们少走很多冤枉路，也不要去想自己要找个什么医生啊，就没有这种负担了。近年来，随着老年群体保健意识的增强，老年人保健品市场迎来了旺盛需求。但是记者调查发现一些不法分子以推销所谓的保健品为幌子，把黑手伸向了老年人。在骗子精心设计的消费陷阱当中，许多老年人无法辨别真假，成为了保健品骗局中的受害者。这个太岁养生事业就是让我们脱胎换骨。这是前不久记者在位于上海的一家所谓养生工作室拍摄到的画面。视频中的这位销售人员正在向记者推销一款名为圣亨太岁的养生饮品。在进一步的交谈中，销售人员表示，他们的养生饮主要成分为被誉为肉灵芝的太岁，能从细胞层面调理身体，对多种老年慢性病都有很好的效果。你什么病它都可以调，因为它针对细胞的。你只要细胞就像基因一样，你把它基因重组了，你不是身体就好了。在销售人员提供的宣传材料中，记者看到，这款所谓的养生饮品的功能远不止于此。除了促进细胞再生之外，还具有调节内分泌、纠正血糖、降低胆固醇，甚至还有抑制癌细胞转移等多达几10种疗效。
一瓶在手，问题全部解决。这就是销售人员口中的圣亨太岁养生饮品。记者了解到，这样一款所谓能包治百病的养生饮，着实不便宜。8小瓶一盒的售价为387元。销售人员表示，要想有疗效，至少要坚持喝20盒，价格为8000元左右。如果要想解决全部问题，最好坚持一个大疗程，一次性购买120盒，优惠价32000元。这款太岁养生饮品不菲的价格，却并未影响老人们的购买热情。在这位销售人员的客户群中，汇集了近500名消费者。而像这样规模浩大的线下推介会，在一段时间内几乎天天都在举办，来参加的绝大多数都是老年人。然而，这款热销的养生饮品真的如销售人员宣称的能够包治百病吗？事实上，就在记者调查的同时，这家养生工作室的诸多经营行为也引起了上海市场监管部门的注意。接到案件的线索以后，市场监管人员随即展开了调查。经过现场检查，我们发现当事人洪某在场所内设置有电子屏幕、易拉宝、海报、产品彩页等等物料，在宣传推广圣亨太岁产品。宣传内容中包含有促进 DNA 合成、促进抗体产生、加速人体伤口愈合、抑制癌细胞转移等等文字内容。而针对上述内容，当事人是无法提供相应的一个依据的。宣称的神乎其神，实际却没有任何依据。这款所谓圣亨太岁系列饮品究竟是一款什么样的产品？在进一步的调查中，市场监管人员发现，当事人宣称的所谓圣亨太岁生命1号和圣亨太岁生命2号2款产品，都是由辽宁一家公司委托生产，其标称主要由水、钛粉等配料加工而成。而在配料表中，记者并未看到销售人员口中宣称的所谓太岁成分，在外包装上却有一行提示用语，显示本品为食品、非保健品及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我们执法人员结合了产品的标称执行标准、主要成分，还有第三方的外检报告，最终认定上述2款产品都是普通预包装食品。因此，当事人关于上述2款产品的保健以及医疗功能的宣传是含有虚假和夸大的内容的。销售人员口中包治百病的神奇养生饮，原来只是一款普通的食品，不具有任何疾病治疗功效。经市场监管人员调查，自2023年8月至今年3月案发，当事人洪某通过组织线上线下分享会的形式，利用虚假宣传，将一款普通饮料包装成具有神奇功效的神药，诱导老年人购买，共计涉案金额7万余元，非法获利11000余元。我局最终依法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对其作出罚款人民币20万元的行政处罚。针对一些无良商家通过非法营销甚至是传销等套路，精准忽悠老年人，以虚高的价格向其推销低劣的商品。今年上海率先开展打击涉老年人虚假宣传违法行为集中整治，截至目前共立案30多起，同时向社会公布典型违法案例。今年3月，上海警方破获一起利用免费高端疗养、高价卖所谓神药的涉养老诈骗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11名，现场查获夸大抗癌药效的廉价保健品8000余盒。这位大爷向我们讲述了他在被养老诈骗团伙组织到5星级高端酒店疗养期间，花费近10万元被推销虚假宣传保健品的经历。他们这个广告宣传做得像真的一样。你像走廊里面那个酒店走廊里面都是穿着将军服的一些将军，然后说这个产品是特供的，外面买不到的。再说买的人也比较多，还是大家热烈鼓掌啊，什么哎呦拍手啊，什么气氛热烈的不得了。那脑子一昏头嘛，买嘛就买了，反正也不差这点钱。这位阿姨是上海市场监管人员在现场检查时遇到的。据了解，这位阿姨的退休工资每月3000多元。热衷购买各类保健品。那阿姨，你这个去买床买过几个？总共买了5个。5个床，多少钱？总共
10几万的床，都是。然后你一天晚上不能够睡5个床的吧？5个床嘛，我给子女也买。哦，那么子女让你买不啦？他不让我给他买了。据阿姨介绍，她曾经花1万多元购买了一台所谓保健永动床，然而使用了1个星期后，不仅没有起到保健作用，阿姨的腰椎间盘突出的老毛病反倒复发了。就睡上去这个有点滚的，滚来滚的，滚来我吃不消了，那么我不要了。调查中，记者注意到，保健品骗局可以说防不胜防，上当受骗的老年消费者层出不穷。近日，一名出生仅20天的先心病婴儿，因为急需前往上海进行手术，搭乘由南昌开往上海的高1382次列车。列车的工作人员得知以后，打开了绿色通道，一路精心呵护这名幼小的患儿。慢点，慢点，不要磕到头，慢点啊，慢点。来，对，来，慢点。轻轻的哈，等一会儿哈。事发当天早上7点06分。高1382次列车长刘方军对讲机内接到南昌站值班员的呼叫，告知有重点旅客乘车要去上海做手术。列车长急匆匆赶到8号车厢后，发现是一名刚出生20天的婴儿，因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要去上海复旦大学儿童附属医院心脏外科做手术。当我们与医护工作人员把孩子和医疗设备一起抬上车后，第一时间询问了医护人员列车上所需要注意的事项，和周围旅客一一进行了沟通，请大家保持安静，让孩子尽有可能有一个舒适的环境。车厢的旅客都十分配合。11点16分，列车准时抵达了上海虹桥站。列车长提前联系了车站，安排绿色通道，让医院的救护车上站台，尽量节省出站时间。目前，孩子已经安全抵达医院进行手术。红灯停，绿灯行，这是一条幼儿园小朋友都知道的交通规则，可是很多大人都做不好。近日，广西桂林一名男子闯红灯，1分钟被撞3次。当天，莫某驾驶电动自行车在向塘路九美桥路口连续闯红灯，1分钟发生3次事故。我们从这个监控画面可以看到，莫某驾驶电动自行车右转弯闯红灯，与直行放绿灯的黑色小车相碰，相碰后，双方下车协商，莫某并没什么大碍，然后双方就自行离开了这个事故现场。当时莫某继续驾驶电动车闯红灯，行驶到对面，又与2辆车发生连续碰撞。短短1分钟3连撞，莫某除了身体多处骨折外，还因未佩戴头盔造成头部擦伤，好在无生命危险。交警调查认定，莫某驾驶电动自行车闯红灯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请广大驾驶员一定要从此次事故中吸取教训，不闯红灯，不随意穿行、抢行，并按规定佩戴好安全头盔，万一发生意外，可最大限度减轻伤害。近日，上海有2名男子临时起意打算去武汉，不过半路就翻车了，因为他们的盘缠和交通工具居然全都是偷来的。目前，上海浦东警方已经将这2名涉嫌盗窃的犯罪嫌疑人抓获。5月初，杜先生发现自己价值2万元的摩托车不翼而飞，立刻报案。民警接到报案后，立刻根据杜先生提供的信息，开始案件侦查工作。我们就马上通过监控、图侦的方式去追查这2名嫌疑男子。因为这2名盗窃嫌疑男子呢，是全程戴了口罩。那么戴口罩之后呢，我们也没有办法第一时间确定这2个人的身份。我们通过上级刑队的一些支撑，还有一些技术手段，成功的锁定了这2名嫌疑男子。监控中可以看到，5月7日凌晨2点许，身穿一白一黑上衣、戴口罩的2名年轻男子，在浦东海博大厦附近超市逛吃完后，盯上了杜先生的摩托车。其中1名小伙熟练启动了摩托车，2人骑车扬长而去。2个盗窃嫌疑呢，其中有一个是专门之前做过修摩托车的，他是专业懂的，他是把这个电
电子的那个启动的电源线剪掉了，然后再通过胶布把它粘起来，直接就可以启动了。多亏受害人杜先生的摩托车上具有 GPS 定位功能，警方立刻追踪2人的行进轨迹。5月13日下午，2人被抓获。我们是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的啊，现在把你们押解到上海去啊。转过来，给你上。你们往后转。经审讯，犯罪嫌疑人陈某和杨某是朋友关系。2位嫌疑人交代称，他们想去武汉谋生路，为降低自己的路费成本，最终萌生盗窃这一不好的想法。目前2名犯罪嫌疑人已被浦东民警依法刑事拘留。东方卫视记者孙启萌、许新元报道。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号台风艾云尼已于昨天上午在菲律宾吕宋岛上生成，目前已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今天凌晨5点，其中心位于菲律宾马尼拉东偏北方向约205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预计艾云尼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今天白天，我国东部和南部海域将有6到7级风。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北方的降雨范围缩小，仅在东北地区有较强的降雨过程，南方大部降雨将会持续。25号，内蒙古东部、华北、东北地区中南部、黄淮及陕西、湖北、四川盆地、云南南部等地出现较强降雨。四川宜宾和乐山、湖北十堰等局地出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昨天北方降雨范围明显缩小，主要出现在东北等地。今天北方地区的降雨范围会进一步缩减，而南方则是大范围降雨持续。今天贵州、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今明2天全国降雨分布较广，强降雨中心分散且局地雨势强。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等地累计雨量大，公众需做好暴雨次生灾害防御，尽量避免进入河谷、坡地等危险地带。东方卫视综合报道。记者从应急管理部门获悉，今明2天，粤北部分市县、珠三角大部、粤西北部和粤东市县先后有暴雨，部分市县有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转大雨，局部暴雨，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内涝风险比较高。广东于昨天14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好，下面请江波为您带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江波，好的，接下来一起进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日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公示，拟增加网络主播、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等19个新职业。光明日报微信公号评论说了，新职业是社会发展过程当中新的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的一个表现。每一批新职业的更新都见证着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活力。人社部的新职业认定能进一步增强从业者的职业归属感，从而激发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当然了，新职业的出现也往往意味着在这一领域存在巨大的人才缺口。如何培养适合新技术、新业态的人才？如何连接其职业教育和产业的需求？如何为新职业完善职业标准、行业规范？新职业在转正之后，仍然还有较长的路需要去探索的。据媒体报道，目前有不少高校在深夜都实行了校园断网这样的一个措施。学校方面表示说，这一举措主要是为了防止过度使用网络，影响到了学生的睡眠，进而影响第2天的精神状态和学习效率。新京报网对此评论说了，与禁止课堂使用手机一样，深夜断网也是近年来大学里面出现的中学式管理措施。其根源就是部分大学生缺乏自主管理能力，沉迷网络游戏。但实际上，真正那些沉迷网络和游戏的学生即便是校园断了网，他们也还是会有自己的办法去上网的。因此，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控制大学校园内的网络服务，而是在于大学生有没有明确他们自己的学习生活规划。这就需要让大学生的学习研究任务忙起来，
也要求每一门课程的任课老师都能够全力的投入教学。简单说，也就是孩子们学的时间多了，那自然玩的时间就会少下去的。近日，南昌大学一堂名为《中国民间艺术奇妙之旅》的通识课圈粉无数。在这个课堂上，学生亲身体验扎染、版画等非遗项目，在沉浸式创作当中培养匠心，激发灵感。光明日报客户端对此评论说了，与专业课相比啊，通识课更加注重引导学生增益知识，开拓视野。在构建多维知识结构之后，提升分析、归纳、思辨、批判的能力。而同时呢，通识教育还为陶冶个人情操、汲取人生智慧、开拓精神境界提供了源头活水和无限可能，为突破学科的壁垒和局限，实现跨领域的联合攻关提供了助力。当下已经有很多学校致力于通识课的开发和研究，虽然方式还有不同，但是最终的目的其实都是一样的，那就是不断的涵养兼具人文、创新、开放的现代大学精神，为培养既能登高望远又可探幽入微的时代英才而努力。据媒体报道，近日银川市市场监管局的执法人员在检查中发现某民营医院的中药房将过期药材外包装上的有效期涂改以后，还在继续使用，引发了广泛关注。新京报评论说了，药品安全事关民众生命健康安全，任何有关药品保质期等事项的变动，都是需要建立在科学研究探讨的基础之上的，始终要坚持审慎的原则。而现实当中呢，药品超过有效期，可能就会失去原有的治疗效果，甚至产生有害物质，对患者造成不可预知的伤害。而医院擅自涂改药材有效期继续使用，无疑会给患者的生命健康带来潜在的威胁，这是绝不能容忍的。不管涉事医院是为了什么样的目的，都不能拿患者的生命健康安全来当儿戏。任何违背这一基本原则的行为，都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据媒体报道，河南一对表兄弟在浙江义乌一起打拼本来呢感情非常深厚，但是没想到他们兄弟之情在一次彩票中奖后被打破了。他们呢花了10块钱买了一张彩票，结果中了946万元的现金。那围绕这笔钱怎么分，两个人彻底反目。表哥说了是自己买的，而表弟也说了表哥答应和自己平分，表哥呢却予以了否认，两个人最后为此还打起了官司。正观新闻评论说了，站在外人的角度，其实我们很难去简单的给这种事儿断案。一种口头的约定没有落到纸面，谁又知道当时的情形到底是怎样的呢？不过曾经一起拼搏的兄弟走到今天这一步，多少还是让人感到唏嘘的。不过呢，这件事儿从公共意义上来说，也倒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在现代社会，因为经济活动的复杂性，人们终究更需要的是契约，而并不是乡土化的人情来保证正常的生活秩序。法律只认白纸黑字，明明白白的契约，虽然有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有点伤感情，但它却是那个最好的选择。好了，这时段报联下内容就这些，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主播。好的，谢谢江波。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昨天表示，他们使用多枚火箭弹袭击了以色列特拉维夫，这是近4个月来特拉维夫地区再次遭火箭弹袭击。卡桑旅26号表示，他们对特拉维夫发动了大规模火箭弹袭击。哈马斯下属阿克萨电视台报道称，这些火箭弹从加沙地带发射。以色列国防军随后发布通告称，巴勒斯坦武装组织从加沙地带南部的拉法向特拉维夫等中部地区发射了8枚火箭弹。以色列急救组织红色大卫盾说，有3人在向避难室撤离时受轻伤。此外，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称，以军继续在加沙多地展开军事行动。在过去24小时内，以军空袭了加沙地带50多个军事目标。东方卫视编辑报道。据以色列媒体昨天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削减了在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拉法的兵力。
吉瓦提步兵旅已撤离拉法东部，回到以色列境内。截至目前，以色列军方尚未证实上述消息。报道说，以军第162师的4个旅约3周前开始在拉法东部执行任务。为使更多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进入拉法，以军需要撤出相应兵力。联合国国际法院24号在荷兰海牙发布临时措施，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拉法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时报2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国际法院的压力和被扣押人员的谈判迫使以军改变在拉法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消息人士此前透露，以方将于近日就埃及和卡塔尔的新提议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重启谈判。东方卫视编辑报道。昨天，载有人道援助物资的卡车经过以色列和加沙地带之间的凯雷姆沙洛姆口岸，进入加沙地带。不过，伴随着冲突的持续，加沙民众的积蓄已经耗尽，援助远远不足，生活仍然难以为继。据埃及红新月会负责人此前介绍，昨天预计有200辆援助物资的卡车经过凯雷姆沙洛姆口岸。按照流程，援助卡车在接受以方检查后进入加沙地带，并交付有关联合国机构。这是自本月初以军控制拉法口岸巴勒斯坦一侧以来，首次有援助物资进入加沙地带。加沙民众表示，虽然随着口岸的开放，当地食品有所丰富，价格也便宜很多，但以他们目前的经济条件，仍然负担不起。يعني كانت أول زي البصل ما كناش نقدر نشتريه الكيلو 70 شيكل اليوم صار يعني بتقدر 4 شيكل 5 شيكل يعني في متناول الجميع بس يعني كيف يعني أول اليوم فيش مصاري مع الناس يعني أول كان معك مصاري تفرقش معك تشتري اليوم البضاعة رخيصة لكن فيش فلوس ما ضلش فلوس مع الناس。国际人道援助物资进入加沙地带的主要通道原本是拉法口岸。但5月7号，以军控制并封锁拉法口岸以来，本应运进加沙地带的食品和药品等人道援助物资滞留于拉法口岸埃及一侧，其中部分食物已经开始腐烂。在此轮巴以冲突爆发前，受以色列持续封锁影响，加沙地带经济已处于崩溃边缘，失业和贫困问题严重，超过100万人靠接受联合国等机构援助为生。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本月发布的报告显示，加沙地带的战事将导致该地区的发展水平倒退数十年。东方卫视编辑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5号宣布，原定当天释放100多名也门政府军士兵，因为技术原因推迟1天。25号早些时候，胡塞武装负责战俘事务的官员阿卜杜勒卡迪尔穆尔塔达突然宣布，胡塞武装将释放超过100名其扣押的也门政府军士兵，称这一举动是单方面人道主义倡议。不过，穆尔塔达当天晚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宣布，因技术原因推迟放人至26号。也门政府方面没有做出回应。2023年4月14号，也门政府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和胡塞武装开始为期3天的换俘，交换总计近900名被俘人员，为2020年10月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换俘。东方卫视编辑报道。英国政府2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已经有超过1万人从法国穿越英吉利海峡偷渡至英国，刷新同期的最高纪录。法新社称，这意味着英国首相苏纳克在7月4号大选前仍然面临着艰难的挑战。数据显示，今年截至5月25号，已有10170人穿越英吉利海峡偷渡至英国，远远高于去年同期的7395人，创下历史新高。仅在过去1周内，就有数百人乘坐多艘小船抵达。英国卫报称，为了迎接7月4号大选，英国首相苏纳克此前曾经承诺拦截偷渡船只。苏纳克还表示，如果他连任首相，将按计划把非法移民遣送至卢旺达。不过，该计划一直饱受社会各界批评和质疑。反对党工党方面则表示，英国政府目前所有的努力都集中在将移民驱逐至卢旺达，却忽略了每月穿越英吉利海峡的大量非法移民。如果工党赢得大选，不仅不会将移民驱逐至卢旺达，还将从原定用于卢旺达计划的款项中拨出7500万英镑，用于设立边境安全指挥部，与国际社会合作阻止偷渡。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为庆祝即将到来的端午节，当地时间25号，第1届法兰克福国际龙舟友谊赛暨2024年法兰克福中国节开幕式在德国经济重镇法兰克福举行。本次龙舟友谊赛吸引了来自中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的22支龙舟队伍。中德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等各界代表，以及华人华侨、法兰克福市民等数千人齐聚盛会。龙舟赛现场还举办了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展演活动，设立了各种美食小吃、文创产品、中文书籍等摊位，让观众有机会零距离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据介绍，龙舟比赛扎根法兰克福已有30多年，已成为中德两国文化互通互融的一个重要渠道。东方卫视编辑报道。巴利阿里群岛是西班牙著名的旅游胜地，也是西地中海主要的旅游目的地。当地时间25号，那里爆发了抗议活动。据警方称，约有1万名当地的居民参加了这次游行抗议，表达了他们对于过度旅游问题的担忧。25号当天，在巴利阿里群岛最大岛屿马略卡岛，抗议者手举救救居民等标语，行走在大街小巷。随着当地夏日旅游旺季临近，不少居民担忧大批游客涌入将扰乱他们的正常生活，加剧住房危机。有抗议者表示，当地的出租房中超过1半都是租给游客的，房租上涨已经让本地人和来打工的人负担不起。他们希望当地有关部门在房屋租赁方面出台更多规定，同时对非本地居民购房采取更严格的限制措施。据统计，旅游业贡献了巴利阿里群岛近1半的 GDP， 但游客众多也给当地居民带来不少困扰。不久前，巴利阿里群岛刚颁布了一项夜间禁酒令，打击酗酒行为，提升旅游体验。东方卫视编辑报道。当地时间25号，肯尼亚运动员切贝特在美国尤金以28分54秒14夺得普雷方丹经典赛女子10000米冠军，同时打破该项目的世界纪录。本次比赛被肯尼亚国家队视为巴黎奥运会男女10000米项目选拔赛。切贝特在比赛最后3圈时发力，最终将此前由埃塞俄比亚名将吉迪在2021年创造的29分01秒03的世界纪录提升了将近7秒，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场地10000米中跑进29分钟的女运动员。切贝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参加本站比赛的初衷是通过队内选拔进入奥运会，并没有将重心放在挑战世界纪录上，但在比赛中感觉身体状态很好，于是在后程发力。切贝特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运动员，曾在2022年世界田径锦标赛5000米比赛中获得银牌。东方卫视编辑报道。近日，在玻利维亚中部，一对被困在小河里的粉红海豚母女成功获救。此前，它们已经受困长达40天。近期，当地发生洪水，这对粉红海豚母女被大水冲到小河中。由于小河水流太小，它们无法游回主河道。救援人员使用网具，设法将这对母女捕捞起来，并检查了它们的健康，之后再放归自然栖息地亚马孙河的一条支流中。虽然被称为粉红海豚，但准确来说，这个物种的名称是亚马孙河豚，主要栖息于亚马孙河流域的淡水中，成年个体身体呈粉红色。亚马孙河豚是猎食范围最广的齿鲸类之一，然而由于栖息地丧失、人类捕猎等原因，该物种数量持续减少，目前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东方卫视编辑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州等地25号和26号遭风暴袭击，截至目前已经造成了至少15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德克萨斯州库克县警长26号表示，风暴造成当地多人遇难，由于目前仍有人处于失踪状态，预计死亡人数还会进一步增加。在德克萨斯州登顿县，龙卷风破坏当地多处房屋、供电设施以及树木和车辆，多人被救护车或直升机送往医院。目前他们的受伤状况还不清楚。除德州外，始于25号晚的风暴对俄克拉荷马州部分地区也造成了破坏。截至26号，德克萨斯、俄克拉荷马、密苏里等州共有超过25万个家庭和企业停电。东方卫视编辑报道。印度北部地区连日来遭遇极端热浪，局地气温高达50度。气象部门已经对包括首都新德里在内的多地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
位于拉贾斯坦邦的破洛迪昨天最高温度为50摄氏度，是印度2019年6月以来测得的最高值。在相对凉爽的山区，一些地方当天也测得40摄氏度以上的罕见高温。气象部门预计，在拉贾斯坦邦、旁遮普邦、古吉拉特邦和新德里所在的德里地区等地，酷热天气将持续至29号左右。气象部门已向德里地区等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建议当地民众采取防暑措施。根据印度中央水资源委员会的说法，受持续高温侵袭，印度150座主要水库水位上周降至5年来最低点，导致多地面临用水荒，并严重影响水力发电。印度的4月至6月通常较为炎热，随后到来的季风降雨会有降温作用。过去10年间，印度这个时节的天气变得越来越热。一些专家认为，印度高温天气是气候变化所致。东方卫视编辑报道。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55分。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北方地区的降雨范围会进一步缩减，而南方则是大范围降雨持续。今明2天，粤北部分市县、珠三角大部、粤西北部和粤东市县先后有暴雨，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内涝风险较高。广东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广佛南环佛馆城际正式开通运营，新开的2条城际线路与已开通的佛照城际、管会城际首尾相连，实现4线贯通运营，相当于粤港澳大湾区有了一条最长地铁，能够有效加强广州、佛山、肇庆、东莞、惠州等城市的联系，逐步实现粤港澳大湾区1小时生活圈。香港特区政府今天将向立法会交代垃圾收费的政策走向。有消息指出，政府将不会如期在8月1日推行计划，也不会确定具体实施日期，将继续向公屋免费派发指定垃圾袋半年，让市民适应使用指定袋，并会有条件向私楼派指定袋。香港垃圾征费计划原定去年底实施，政府最终2度延期至今年8月1日。为进一步满足民众对便捷医疗服务的需求，北京市医保局正在组织京东和美团2家购药平台开展非处方药品线上支付系统测试工作，力争在今年7月1日接入200家以上医保定点零售药店后，开始正式向参保人员提供服务。内蒙古呼和浩特首趟中亚班列商品车专列从沙良物流园发出。搭乘本次专列的286台国产自主品牌商品汽车，总货值约2900万元，将经由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出境，最终运抵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今年以来，内蒙古呼和浩特累计发运中欧中亚班列68列，出口汽车、轮胎、农用机械等货物3740标箱。伊朗国家石油公司提交了一份拟增加该国原油产量的计划报告，并获得通过。报告称，随着该计划的实施，伊朗原油产量每天将增加40万桶，从原来的日产360万桶升至400万桶。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上海今天风力增大，白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局部地区雨量中等。今天最高温度23度，相比昨天降低了10度，大家需要及时的增减衣物，出行也要带好雨具。好，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